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2024火遍全网的10部爆款剧，杨紫成一个占一部，最后一部封神。转眼已经是2024年了，每一年大屏幕上都会出现很多爆款电视剧和出色的演员。下面我们来盘点一下自媒体人眼中2023年火遍全网的爆款剧 TOP10，你最喜欢哪一部？第一部《狂飙》，张译、张颂文，豆瓣评分8.5。这部剧应该没人没看过吧？堪称2024年国产剧中的一匹黑马，刷新了观众的认知。原来只要尺度放得开，中国也是可以拍出很精彩的剧的。剧中影帝张译与张颂文强联手，主一正一邪、一白一黑的精彩呈现，让整部剧看点十足。因为剧情有吸引力，演员的演技在线狂飙，在播出时的豆瓣分一度达到了9.1分。张颂文那个大二郎腿，明显是认真观察过生活中各种人物习惯的，洗手啊，一些小细节都特别有代入感。把一个受欺负的小老百姓一步一步被逼成黑社会老大的过程完美演绎出来了，太带劲了。再加上张智坚、吴刚、倪大红、李建义、韩童生、舒耀轩等众多实力派老戏骨的加盟，剧中最不出戏的就是那几个演反派角色的，堪称全员演技派。第二部《长相思》第一季，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豆瓣评分7.8。长相思是由杨紫、张晚意、邓为等人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的古装神话剧。我一口气连追4集，剧情有新意，演员颜值在线，服化道精美，属于值得一追的好剧。天天在微博、抖音刷，一集不落，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非常还原小说，演员演技在线，杨紫稳定发挥，简直就是小六本人。谭健次塑造了很多高光场面。本剧情节奏很快，同时也很有记忆点，不到1集的时间就把这部剧的世界观和主角的背景和童年以及人物关系等都给你干脆利落的梳理清楚。即使你没看过小说，也不会影响你的追剧体验。当然，观众口碑上争议也是有的，习惯了短视频解说的快节奏，电视剧的节奏的感受上也因人而异了。一女多男的设定并不能认为就是老套，庆余年还属于一男多女的设定，不也一样口碑爆棚。第三部《莲花楼》，程一层、瞬息，豆瓣评分8.5。今年武侠剧《莲花楼》的横空出世，让观众大饱眼福，深受好评，也是本人唯一从头追到尾的一部剧。莲花楼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武侠剧，它没有繁复的武侠招式和成群的江湖门派，而是以悬疑推理故事和引人入胜的人物关系为主线，展现了一出出啼笑皆非的戏码。该剧制作精良，实景拍摄和精致考究的服化道都展现了古风古韵，精彩的武打场面也为该剧增色不少。此外，剧中演员的表演也非常出色，他们成功地塑造了各自的角色，让整部剧更加生动有趣。整部剧的剧情紧凑，节奏感强，让人一集接一集地追下去，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视剧。第四部《长月烬明》，罗云熙、白鹿，豆瓣评分5.6。为了解救被魔神澹台烬统治折磨的世界，衡阳宗掌门之女黎苏苏孤注一掷，回到500年前，化身叶家小女儿叶惜雾，阻止彼时尚未被邪念彻底侵蚀的景国之子澹台烬成为魔神。未料澹台烬竟是叶惜雾的丈夫，二人逐渐生出情愫，最终黎苏苏以身正道，改变了澹台烬和世界的命运。这部剧也算是各大媒体平台的一部大热剧，但更多的是对剧情的吐槽。女主白鹿被女二陈都灵颜碾压，抢尽风头。特效、画面再有想法，也不能掩盖剧情的俗套和无聊，设定毫无新意，
但范儿却起得很高。第一集一直在燃烧经费，拼命秀特效、秀敦煌美学，可是剧情却很难让人看进去，因为魔仙之争都被拍了无数次了，如果没有新的阐释，再拍就是浪费，闭着眼都能猜到剧情走向。第5部去有风的地方，刘亦菲李现豆瓣评分8.2。都市剧去有风的地方是个慢节奏的生活剧，主演是刘亦菲和李现。虽然有说收视率不是很高，但是口碑非常不错。看了这部剧，许多人都想去旅游，风景美，人也美，刻画的生活温馨宁静舒适，在快节奏中生活的人都向往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就像苍山洱海的景色与美人相得益彰，刘亦菲、吴倩、胡冰卿、董卿、范帅齐诸多高颜值的女演员们在去有风的地方中的精彩演绎，也成为了该剧亮丽的风景线。第6部《云之羽》，虞书欣、张凌赫豆瓣评分6.1。电视剧《云之羽》是一部具有奇幻和武侠元素的剧集，讲述了宫门诗雨和公主宫焕羽之间的情感纠葛。观众对于该剧的评价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它剧情精彩，画面精美，演员表现出色，而有人则认为它剧情拖沓，演员表演不够出色。从剧情角度来看，《云之羽》的故事情节比较复杂，但是整体上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该剧通过诗雨和宫焕羽之间的情感纠葛，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世间的悲欢离合。但各种无意义的慢放镜头太多，节奏太慢，啥剧情就喜欢加紧张的 BGM， 有种把观众当傻子的感觉。你可以质疑郭敬明的剧情，但绝不能质疑郭敬明的审美。从画面和演员表现来看，《云之羽》的制作非常精良，画面非常精美，场景布置、服装道具等都非常考究，给观众带来了很好的视觉享受。第7部《宁安如梦白鹿》，张凌赫豆瓣评分6.8。比起前面的几部剧，感觉这部剧不是特别出彩，本人看了几集就放弃了。但身边的很多人都看完了，说比《以爱为营》好看很多。该剧改编自石敬的同名小说，曾经的江雪宁无依无靠，因要自保，也因贪婪，她不择手段地谋取权势，处心积虑当上了皇后，却因此践踏了无数真心。后曾受他救命之恩的当朝帝师谢威靖逼宫谋反，他身陷囹圄，所幸他有了重获新生的机会。他要坦荡潇洒，再无亏欠。在短视频时代，看到网上各种剪辑的片段都很精彩。近几年白鹿的人气是相当高，剧本不错，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第8部《一念关山》，刘诗诗、刘宇宁豆瓣评分6.5。这部剧是刘诗诗婚后复出首部古装大剧，可谓未播先火，但播出后却差评如潮，口碑一路高开低走。该剧讲述安国朱一卫前左使任如意因机缘巧合成为吴国营第10小分队成员，和吴国6道堂堂主宁远舟、风流浪子于13、公主杨莹、聪明少年袁禄、御前侍卫钱昭等人经历生死，共同成长的故事。一些观众认为刘诗诗在剧中的表现非常出色，她成功地塑造了任如意这个角色，展现出了角色的多面性格，无论是武打动作还是表情都十分到位，让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共情这个角色。同时，刘诗诗僵硬的肢体动作、双眼无神、假肢、端着，频繁用替身，被无数网吐槽，成为字母姐的接班人。而且刘宇宁的颜值也被吐槽，演技方面也需要提高，需要更好地掌握角色的内心情感和性格特点，以便更好地展现出宁远舟这个角色的魅力。总的来说，无论是刘诗诗还是刘宇宁，他们都在《一念关山》中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和才华。虽然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和评价，但这并不会影响这部剧的热度。
第9部《我的人间烟火》，杨洋、王楚然，豆瓣评分2.8。这部剧一开播就全网火爆出圈，你以为它是真的好看？不是，被全国观众骂火的，还被央视直接提名点评，创作者硬跟上观众审美。非常烂的玛丽苏偶像剧，引发无数网友的热议。本来一个男女主角双相救赎的故事，聚焦一线基层消防战士和医护人员，通过对这2个职业线的细节刻画，展现了消防员与医护人员的艰辛与坚守。结果播出后，剧情跑偏成利己主义者和恋爱脑。在这个提倡清醒独立的年代，观众对剧里爱情高于一切这样单调过时的观念提出普遍质疑，甚至出现职业是消防员的主角随意玩灭火器的低级错误。剧情套路漏洞百出，颠覆正确的价值观，结果迎来的是观众们的反感。唯一一部男主女主被骂惨，男2号为大勋饰演的孟宴臣却杀疯了，圈粉无数，成为全剧最后赢家。第10部《漫长的季节》，范玮琪号，豆瓣评分9.4。漫长的季节是一部推理悬疑剧，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一段跨越数年的爱情故事。通过精湛的演技、真实的场景和细腻的情感描绘，成功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涉及家庭、婚姻、爱情、友情等多个方面，通过真实的人物关系和细腻的情感描写，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家庭的纠葛，是2023年唯一一部9分以上的电视剧。范伟和秦昊的加入为该剧增添了不少看点，他们的演技自然真实，让角色更加立体生动。此外，该剧的对话也非常真实，不仅仅是台词，还包括说话的语气和地方特定的说话习惯，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真实感让观众更容易沉浸在剧情中，感受到剧中角色的情感波动。在剧情方面，《漫长的季节》通过展现人物的成长和变迁，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同时，该剧也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真实性，让观众对人性和爱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总的来说，《漫长的季节》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视剧，它不仅有优秀的演员阵容，还有真实感人的剧情。